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下面有请两组嘉宾，欢迎大家。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房先生，31岁，来自河北；自主创业范女士，34岁，来自河北。超市员工，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婚姻存在什么问题？我们恋爱5年，结婚2年。婚前对我甜言蜜语，形影不离；婚后对我爱答不理，行踪不定的。我接受不了这种反差。婚后他总是没事找事，我努力在外挣钱，回家还要被他挑毛病，一言不合就吵架，我头都大了。希望对方如何改变？我就希望他和恋爱时一样，多陪我，多疼我，多爱我。我不是物质的人，我在乎的是我俩的感情。他要做个贤惠的妻子，恋爱和结婚两码事。我要承担起丈夫的责任，他要做好我的后盾，别给我添麻烦就行了。看来婚前婚后差别挺大哈。对，是谁先说说呀？到底是谁变了？谁变得不好了，还是变得更有责任了？老师，我们恋爱5年，结婚2年了。就是恋爱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百依百顺的。那时候天天黏着我，我说要吃啥上哪儿玩去，就恨不得去外地，开车带我去外地都那样似的。就结婚这2年，尤其是就是近1年来，天天不着家。他在北京工作，天天说喝酒应酬，到黑夜1点2点回来，有的时候彻夜不归。不是为了挣钱吗？不挣钱花什么呀？那你挣这点工资够干什么呢？我在北京工作，我上下班好几个小时，有时候我有朋友应酬太晚了，我就不回来，我就睡公司了。我不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吗？你老拿这当理由当借口。我父母还有他爸妈，天天催着我们要孩子，他妈老打电话说这也30多了，结婚2年了，咋还不该要孩子呀？我说天天都叨不着人，您说我上哪儿要去？我比你更想要孩子，不得先挣钱吗？没有钱，孩子出生了吃什么喝什么？一出生让吃大米饭吗？你如果说没有应酬不用加班的时候，你都还是会回家的是吧？对，平时会回家，不加班就回家。现在也是自己刚开始创业嘛，之前是上班，现在自己刚开始创业了。对，他老拿这说事，现在1个月就回来2、3次，我天天堵着公房，这哪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呀？1个月才回来2、3次，新婚1、2年。就近期几个月嘛，我比较忙，刚开始创业，然后有朋友聚会也多，应酬也多。有时候经常喝得很晚，我就不回来了。有时候我回来之后，我喝完酒回来，我穿的也少，他把我锁外边，我1个小时我都进不去。咋还锁着了呢？他老喝酒，喝到2点3点，我打电话也不接，天天我就做得了饭了，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有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接，在酒局上我接了之后，你上来就骂我。以前也不这样啊，就这近1年来创业这样的啊。那女士自己在河北是一个人住吗？还是说爸妈也在这边？我们在燕郊，现在住在村里。跟我父母一起，但是我们是独门独院的，我父母住前院，我们住后院。你说这我更来气，我住在他家里边，我现在没有自己的房子，他逼着我，天天逼着我要孩子，我让他等1年他都等不了。1年2年之后，你又拿来当借口呢？我保证1年就能保证。哎，这个咋就住在他家呢？你自己没有房子是吧？我自己在这边没有房子，我老家有房。结完婚之后，我让他跟我去老家生活，他也不愿意去。你老家哪里的呀？我老家河北邢台。但是燕郊毕竟离北京近一点，上班方便一些是吧？对，我在北京工作。等于你就住到人家还是父母的房子。对，别人都说我是上门女婿，我都嫌丢人，我也没办法嘛，为了省点钱，我老家房子卖了，从燕郊买房都买不起。你们父母会觉得这是倒插门的女婿吗？根本就没这样想，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根本就没这样想。他妈老说要孩子，我跟他妈也讲，天天喝酒喝大酒，明儿要孩子，现在都优生优育，明儿要孩子不能生一傻子呀。哎，你父母应该更知道你俩的情况吧？住在一块儿，毕竟。对，你父母怎么评价呀？没法说了，也挺无奈的。他天天不着家吧，我都怀疑他外边有人。哎呀，这严重了啊！咱说实话，得有证据。我总没证据啊。恋爱的时候就是手机从来不设置密码。那天喝酒回来，我趁他睡着了。我说拿手机看看，我一瞅扫脸呢，那手机，我趁他睡着了，我就抠他眼珠子。手机打开了，还真有事儿。半夜抠人眼珠子，老师您听听，半夜抠我眼珠子，我一下醒了，吓我一跳。这不重要，我们关心看到了就看了哈，那真有事儿。看到什么？什么事啊？有啥事儿？
他要是不设置密码，我反而不看了，越这样越好奇，我越想瞅瞅。嘿，我还真有一个微信叫什么小贺的，他俩我瞅那聊天记录还叫什么阳光玫瑰。那后来不都跟你解释清楚了？那时候我一个哥们儿，平时呢，我那哥们儿跟我情况是一样的，也是妻管严，平时呢工资也是上交。他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我有点零花钱，我就存你那儿，然后呢我需要的时候你再给我。我说这样也行，我说我都这样了，我帮帮我哥们儿吧，别让他跟我一样的处境啊。他说是这样说，谁知道他俩是不是串通好了呀？我都给你证明了吗？当天晚上2点多你给人打电话，人小两口半夜都打架了，因为这个事儿，再怎么证明啊？哼，您看到了什么呀？他有暗号，而且早给转钱，今儿转1000，明儿就转2000的。谁给谁转钱？他给他哥们儿转钱，再说他说是他哥们儿，他万一是哪个女的，他给做那备注呢？你不是打电话了吗？万一是他俩串通好，就提前说好，就这样说呢？这话，反正我就不信，说啥也不信。不是，咱这样啊，咱捋个思路说，如果他说的是真的，他是他哥们儿的小金库，帮这哥们儿转钱，这个行为你还是能接受的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呀？但是他刚才说了句话，他说我们同命相连，我不能把我心挖出来让你看吗？我现在怎么证明？人都打架，再怎么证明啊？反正就看见那一句话，那个聊天记录，啥？阳光玫瑰呀，然后他说一个什么？那是阳光灿烂，他说阳光，我说灿烂可以，我就转给他了。那只是一个暗号而已，什么阳光玫瑰？兄弟在他这儿放了一笔私房钱，多少钱呀？你就把这事儿都说清楚呗。5000块钱，你转回给他，反正1000、2000转回给他了。对他什么时候用我就转给他啊，让你老婆看着了。对，让他给看着了，说啥怎么解释都不信。你也打电话打过去了吗？是吧？啊。那就先这样呗，他不是工资都交你了吗？你不放心吗？你觉得他没有都把钱上交给你？以前是给我，就是因为通过那电话之后没几天，他跟我说咱俩这钱分开花吧。我说你啥意思呀？你还好意思说呢？因为什么不都给你了？之前我所有的钱都是只要发了钱我就给他，只要发了钱都剩不下，他花钱大手大脚的，黄金800多一克，又买了个金镯子，本身有一个金镯子又买一个，你说你买它干啥使？你买房还买房呢，就你天天这么花，买什么房啊？还买了一个花3、4千块钱买了一个自加热的羽绒服，不是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呀？那不纯智商税吗？那不是？你是要往南极，要往北极，你要探险去啊？你要当企鹅去？你这我当什么企鹅啊？你还说这镯子呢？那黄金镯子，那黄金是投资。你滚一电褥子出去得了呗？那能升值？那黄金是投资，我这是。你投资，你巴菲特，你炒股去得了，早发家了。他说那羽绒服我都委屈啊，咋了？我俩刚谈对象的时候，原来给我买羽绒服，那都7、8年前了，一个短式羽绒服，那都好几年都刺毛了。但是我想要个长式，是那加热羽绒服宣传的可好了，说穿上就暖和，那就是暖和呀。他的意思就是说，3、400也能买个挺好的羽绒服，是吧？你就花钱有点多了，咱要攒钱买房子，是这意思吗？他就买个1000的也无所谓。你不能花个3、4千块钱买那智商税吧？穿上也没什么用。你给他买这么贵的羽绒服了吗？我以前给他买过手表，恋爱的时候。哎，行吧。他不光这个，他平时老那个网购，天天网购，躺被窝就成活了，天天的。前2年的时候吧，每天拿快递拿个3、4个、4、5个，现在一天拿10多个、20多个。那都是一些的便宜的，我看那什么有优惠券啊，什么1分呀、1毛抢的那个，那都不贵。就你聪明，那优惠券都跑你这儿来了，一天10多个。对，就是。这个你们刚才小片也说了哈，妻子觉得丈夫结婚以后变了，变得爱答不理的，也老不回家啊，这可能和创业也有一定关系。这丈夫也说妻子也变了哈，以前还挺贤惠的，现在也变了，是吧？哪儿变了呀？变得花钱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也没有以前那么温柔了。结完婚之后变得特别的物质。就前段时间有一个，她跟她闺蜜出去吃饭去，晚上，我说我接你去吧。那天我刚下班从北京回来，我到家已经很晚了，我开了2个多小时车，也堵车，我都到饭店门口了。她说你回去吧，她说我坐我闺蜜车回去就行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她老公新买一个奔驰，我想坐，她什么有座椅加热呀、座椅按摩啥都有，结果她坐人车回去了。我这啥车不是车呀？就咱这车不也4个轱辘1个方向盘吗？他奔驰能飞呀？他奔驰。我不跟你说了，那是个误会吗？误会什么？你都坐人车走了，我都到饭店门口了。那天吃完饭都11点多了，是我闺女她对象新提一车，说什么座椅加热这那的，她不跟我显摆吗？就说想让我夸她，那叫我吃饭。9、10月份你加什么热？你不怕烫屁股？你觉得她坐了闺蜜的奔驰，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刺痛你啊？
第一，他嫌弃我车次，哎，我挣的钱少。对，你的不舒服的心理在这儿呢，是吧？对，最主要点就是这儿。行，继续吧，还有啥事儿啊？还有一回就是有一回过情人节，我也是，我人没到，我花已经给他到了，因为我还得工作嘛。后来我也是堵半天车到家了，他说让我做饭吧，说你炒几个菜，我说可以，我说炒几个。他无理的要求让我那儿举着拍照，一拍10多分钟，拍一张不行，拍一张不行，我也忍了，我就把几个菜都炒完了。炒完之后呢，不吃，躺那儿又购物去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啊？他说本身我就不饿，我就为了拍照发朋友圈。那我不是减肥呢吗？你也看见了，原先我90斤。你减肥让我炒这么多菜干什么呀？那一年就那一回。你再说了，你也不反思自己，我为啥呀？为啥这样做呀？天天不回家，我都当不了你人。那我想你的时候，我看你照片不行吗？我想发朋友圈，我让别人夸我。你还看我照片？你看我都烦，你还上我这，你可别在这装了。我发朋友圈，我让别人点赞夸我，我有一个好老公，找一好老爷们儿。不，那你心里觉得你是找了个好老公、好老爷们儿吗？啊，我也想让别人夸我呀，我发朋友圈，你那不就是点赞虚伪吗？我这词儿用的过分吗？就为了给别人看吗？特别物质，特别虚荣，老是活在别人的眼里，感觉别人老公好，这个好，那别人的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嗯，我没说过啊，你搁这瞎编呢，我可没说过这话，我还委屈呢，我还，这刚结婚2年，天天到不着人，这刚30岁还年轻呢，天天我跟守活寡似的，一年就回来2、3回，我还活着呢，你守活寡，你是盼我死呢？好，男生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其他的啥爱好吗？有啥生活吗？他喜欢猫狗，我不喜欢那玩意子，还掉毛。我一小孩被狗咬过，我本来我就恐惧那个。刚结婚的时候，成天给我嘟囔，咱养一狗吧。我说我不喜欢狗，完还齁脏的，我说还有味儿啥的。老跟我说要，弄一小狗都弄那种小柴犬，长大最多也就10多斤，说好几天了。我说弄就弄一个吧，嘿，买回来了。天天也不伺候着，那狗拉尿呀，又脏又臭，都我归着活。哎，又弄狗粮这那的，3、2天给我打电话，哎，给我打电话，我还挺高兴，我觉得要回家来呢，或者想我了，我还挺兴奋。一给我打电话，哎，打电话说啥？今儿得给狗煮鸡蛋了吗？煮鸡胸肉了吗？让我给狗弄吃。打电话说这事儿。那我买这狗不是为了让它在家陪你吗？你不是你自己在家一个人无聊吗？我花好几千块钱买一个。不需要，不用。对，他需要的是老公。他咬过你吗？咬过一回吗？他多可爱呀！那我地下哪儿都是毛，烦死了！我天天的，你倒归着啊，你不弄它。所以这个总结一下啊，这个妻子觉得结婚之后，原来提供的情绪价值和被爱的感觉都没了，是吧？人人见不着。先生说的是，我这结婚以后我要负责，我得赚钱啊！我现在一门心思就是赚钱，我顾不上和你甜蜜。你又说赚钱为家，但你现在赚了钱呢，还不给他了，没法给他，太大手大脚了，没法给。买的最贵的现在就是3、4千的那件羽绒服吧，金镯子、黄金，这也是家里投资吧。他用在自己身上，那就很便宜的那些网购品吧。啊，对啊。还有就是生孩子的矛盾是吧？你现在是想要孩子了，那我这虚岁都34了，33周了，但是丈夫说再等1年。对，最多1年。好，那说一下你先生的诉求吧。您来干啥来了？我主要是以后让他花钱不要大手大脚，脾气改改。我在外边挣钱，别老给我添乱就行了。有想过说这日子能过过不能过算了？之前在家说过。他老说这话，他还老说呢。我感觉这话就特别不负责任。那结婚干啥呢？图啥呢？结婚就为了分开呀？那结婚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妻子来是想让我们跟丈夫说说，改改，不是说说，他要是老这样，天天不着家，我也不想好了。嚯，这还真的是2个人都在婚姻的边缘来回，心里动摇了，是吧？他老说那要孩子，等有钱了，买楼房了。那楼房您说又不是说买菜呢，10块20块就买一楼房，抄起来100个。他说一年我就不信能挣100、200万，我不信。不跟以前也不是不打工了吗？要靠打工，靠你那工资永远买不起。那如果说挣不到一个房子的钱，什么时候生孩子？如果挣不到的话，租房也得要孩子了，因为岁数也到了。行，这个事儿他给了一个解决方案啊，女士接不接受，你可以自己去思考。但是关于你们其他的问题、情感的需求问题啊，这个创业很难没时间回家的问题等等，怎么办？我们也看看老师们的建议哈。感受到了妻子的痛苦，丈夫婚前婚后货不对版，又不能像你网购一样的7天无理由退货。那结婚之前可好了，人形影不离的。但这不是变化，这是婚后他展露出了自己的本性。
因为确实有很多的在恋爱到婚姻，您去看恋爱的时候，都充分的去展露自己的优点，去隐藏自己的缺点。结了婚以后，变得不是那么小心翼翼了。但是他的内心的话，那就是我们已经成为自己人了。丈夫也真不容易，创业不容易，压力非常大。但是你把这样的一种压力带来的烦恼、急躁，全部释放到了家庭，释放到了妻子身上。您把生活和自己的创业紧密地连在一起，这就会导致创业不像创业，家不像家。您这样的一切释放在妻子身上，她确实受不了。很显然，包括生孩子，您也把能够赚多少钱关联在一起。另外，你刚才有一点对妻子的指责，我不认同。你认为这是一个大手大脚的女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她的苦？你这么忙，不着家，她一个人在家，她是把买这一些快递当成了自己的寄托。你们的情况，我个人的建议，妻子要一个孩子不为过。您去看，一旦两个人开始要宝宝，他还会你眼中的大手大脚吗？他一切注意力就集中在宝宝身上了。你也更加有创业的劲头了，因为你马上就要当父亲了。先跟这个兄弟说几句，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在女方的家里，就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各方面的压力，能看到你那个向上迸发那个力量，你想冲破这些东西，很想去证明自己，并且你是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可能现在这个阶段你是很拼的一个状态。但这个状态呢，也希望就是可以跟您的妻子，你们可以共同有一个计划。就比如说你说个1-2年什么的，你要跟他共同商量，然后要有一个期限，然后以及这个期限如果达到了，最好是再有一个预案，一个备选，接下来怎么做。其实他想要的也是一种参与感。然后想跟妻子说的是，这个柴犬这个事儿啊，真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可以增加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话题，增加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链接。就是以目前我对这位兄弟的了解，他可能很难说出就是直接关心你的话，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吃了吗？你吃了什么呀？他很难直接说出这样的话，但他其实心里是有的，他是关心的。他把这个东西换一个形式表达了出来，比如说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咱家这个狗怎么样了之类的。这整个的状态，你细细品味，他是在营造一种家的感觉，家的氛围。其实两个人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去推进的。丈夫在奋斗的时候也始终没有忘了家里，所以相互之间都多一些体谅，或者说最起码在未来长达1年的这个计划当中，分一些时间节点，比如说每个月可不可以抽一个时间，两个人一起做一个什么事情，这样也会让妻子在这个漫长的1年当中，每个月有这么一个期待，也会好过很多。如果您也想找西大来解答情感困惑的话，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西大，然后点关注，那别忘了啊，写上爱情保卫战5个字，那您会收到我们的粉丝专享礼，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其实我觉得挺真实的，他俩一对年轻的夫妻啊，想把这个家经营得更好更幸福，其实都在努力。我觉得太太其实特别正常的反应，就自己爱的这个男人谈了那么多年恋爱，终于结婚了，就想天天看到他，守着他，他在身边，因为你爱他呀，他想让你天天回家，他需要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妻子很基本的需求。丈夫也一样啊，他是个年轻的丈夫，他比你小几岁是吧？他觉得我以前爱这个女人，我们俩怎么甜蜜怎么恩爱，那是婚前。我结婚了，我突然变成了丈夫，我还要马上变成爸爸，可能在几年之内顿时压力山大，身上的担子和年轻时候不一样了，和没成家之前不一样了，顾不上谈情说爱了。
一心想着我怎么赚钱回家，怎么赶紧买一个自己独立的房子，别让人村里的人说，哎呦，我是个入赘的女婿，别让我将来生了孩子说，爸爸你都没有买房子的钱，我住在外公外婆这里。他也是因为爱这个家，希望这个家过得更好，在竭尽全力的努力，所以都是因为爱这个家，怎么就把才短短2年的婚姻生活过成这样呢？首先说这个丈夫，婚姻是2个人共同的成长，你不能把婚姻当中很重要的情感那部分现在把它屏蔽了，我只把责任拿出来，我只把压力拿出来，我把相爱，我把分享，我把甜蜜我都不要了，那要婚姻干啥？你自己去赚钱去呗。所以你要学会放松，你要学会享受当下，张弛有度，这是你要做的功课。因为这是我们的人生，非常真实的人生，你逃不掉。你既想发展，想为家庭创造更多财富，你又要爱这个妻子，给她提供相应的彼此支持的爱和温暖，这是我们的任务，哪个你也不能放手。女生，我觉得你也停止哭哭啼啼和抱怨吧。你有那抱怨的功夫，你不如你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是吧？你们几班倒是吧？你空的时候你也跑到北京看看他呗，有啥的呀？他能跑你不能跑吗？你不是爱他吗？那咱也辛劳一点，想和他在一起，不是骂他打他让他回来，或者他喝多了回来那个关门外，是你晚上做一个什么便当盒，带一个你的爱心的晚餐，你去看看他呗，创造条件在一起，创造条件去分享爱，你们就是一个良性的情感的互动了。现在2个人简直都就像敌人一样吵来争去的，所以这个磨合的期间，我希望你们能够彼此包容对方，都退一步，度过这个关口。您2位现在这状态适合要孩子吗？别把要孩子当任务，我把它完成了就天下大吉。夫妻2个人要一个孩子，将对夫妻生活造成多大的一个变数？你们设想过吗？妻子要孩子的唯一的前提就是妻子跟丈夫能做到情感沟通融洽，丈夫能做到对家庭生活稳定参与，夫妻2个人能做到起码能够保持一个理性的沟通和互动。丈夫不谋求短期内自己强烈的另外一个目标，我们能保证一段时间生活相对稳定，这个时候我们要孩子。不然的话，如果妻子的动机赶紧要娃，我好焦虑，丈夫的动机我要发财实现自我，当动机极大的不统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要这个孩子？你们放过他吧。因为妻子一旦变成一个准妈妈，接下来她就会开始无比的在情感层面需要丈夫。我每一次觉得内心深处没有信心的时候，我都需要他来给我鼓励和安慰，我都需要确定他在旁边。好多夫妻就是我们要一个孩子了，赶紧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任务不是因为我们做好了心理预备和生活预备，完成这个任务是因为老家催得紧。所以您想要孩子吗？房先生想要。想要啊。你愿意为了要这个孩子，咱们首先从现在开始不要天天喝酒了，因为他今年虚岁34，他距离35周岁还有不到2年时间，他孕育一个孩子需要10个月，这些都是客观现实啊，也就是他现在大概还有不足12个月，在这12个月里，你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就是相对稳定。我接下来12个月，我能不能把自己调整成每天晚上喝酒喝到半夜3更，我把它调整成我愿意参与家庭生活，我调整成我跟我妻子起码能够静下心来对等沟通，而不是你怎么这么烦，你行吗？你要愿意去追求自我，没问题，说清楚，你行吗？尽量吧，尽量吧。你记着啊，那只狗狗一直谁在照顾？所以你看着那只小狗狗，你可以大概率的判断孩子出生之后是你一人的事儿。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有怨气？你有怨气，你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如果不接，你会不会无法遏制自己的怨气，一个一个打过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会不会无法遏制对这种情况的厌烦？接起电话来，你有完没有？那个瞬间的崩溃，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我没想过。所以你们2位先调整自己的状态。我不认为你们夫妻2个人现在这个状态适合要宝宝，
老公说妻子物质，但真正物质的是老公。你为了挣钱，把家当成了旅馆，桩桩件件的都是你现在钻进了钱眼里，不谈情了。你们的婚姻已经空心了，因为夫妻已经不同心了。你不回家，不接电话，又不给钱，你的妻子心里是空落落的。哦，你说了，我因为忙着创业，回家单程要2个小时，是吧？我曾经在北京的东边上班，每天在大北窑看到公共汽车站前排满了长队，都是坐着公交车，他们还没有开车，往东边走的就是燕郊方向，单程至少3个小时。但这些人都在做一件事情，就2个字儿，叫回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这么努力，起早贪黑是为了家而奋斗，而你在做什么？还在这大言不惭在说你怎么那么物质，你怎么那么虚荣，我都是为了咱们。不，你只为自己，你只为自己能够在物质上得到别人的仰视。你为了逃避辛苦，明明可以回家的，你却坐在餐馆里和朋友花天酒地。你的妻子在独守空房，你的婚姻岌岌可危。觉醒吧，兄弟！也许你的初心是好的，但现在你迷路了，回家吧。好，谢谢老师们啊。那2位年轻的夫妻啊，也坐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听听这对小情侣他们的情况，好吧？来，请坐。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鹏，26岁，来自安徽，兼职模特；小秦，23岁，来自安徽。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来节目的目的是什么？他总说我对他的感情零投入，他说我就是对他玩玩而已，我感觉特别委屈，所以我想来这里证明我对他的感情没有问题。我总是单方面付出，他说要把我当男神，但背后总搞一些小动作。你最看不惯对方什么？他特别爱玩，还要求我跟他在一起要有一个大心脏。他对异性不会保持距离，还对我们的感情遮遮掩掩。他玻璃心、小心眼，爱给我泼脏水。我爱玩，但是不花心，他却总是质疑我的人品。哎呦，这是男生觉得自己卑微了哈。是因为之前他不是特别爱玩嘛，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就给他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一起合租，还有一个就是你既然看中了我的颜值的话，我就希望你能把我放在第一位。不是，我确实，我当时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就是我也是那个是22年的6月份，然后当时我拍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就婚样的一个单子嘛，就当时正好在他那边就认识他了，我就觉得拍这个单子过程就比较新颖，而且我觉得他长得确实就也很帅气，就符合我的审美，就有一种心动的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然后后面是在23年的9月份我们就在一起了。但他心里就是总是因为一点小事跟我计较。合租过之后，我们家的WiFi 名字、WiFi 密码，还有他的蓝牙名字隔空投送，全是王嘉尔的小娇妻。他完全没有把我当回事儿，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他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男朋友吃偶像的醋呗。对，是的，我就是觉得他真的很幼稚啊，完全就不需要因为这种事情去焦虑。你的意思还是很重视他、很在乎他的哈？那是的。你说你怎么在乎他、重视他的？就是他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过生日的人，但是我就想着那天是他生日，我下完班之后我就给他叫到海底捞，然后我就跟他先吃了个饭，然后我点了一个小蛋糕。等到快吃完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要去拿一样东西，我就把那个小蛋糕拿过来，然后我就跟他说祝他生日快乐。虽然你也不是很喜欢过生日，但是我觉得也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不说你把我生日忘了呢？还有忘了的，来说说。去年他说他在那个上海有一些拍摄的工作，就是他那一整天就是非常忙非常忙，我给他发信息他也不怎么回，然后就是当天他一句生日快乐都没有跟我说，然后我也没有提醒他。就那一段时间，就是我接了一个上海的单子嘛，然后就他就是属于早上8点钟一直到晚上11点，就是来回连轴那一种，我就一下子忙忘了。但是他的生日礼物我是提前准备好了，我就想着等他生日的时候我要送给他，但那一天就忘记跟他发生日快乐，他一天也
没有提醒我，是等到了他过完生日的0.01分，他忽然给我发了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跟我说：“小祖宗，你猜昨天是什么日子？”打了一个问号。哎，我就知道他你10秒钟时间发条信息的时间都没有吗？但因为我真的有的时候忙的时候，大脑真的会空白，我就一下子忘记之后，我第2天就立马请假，然后我就带着礼物就回去，赶紧给他补一下生日，然后表达一下我的歉意，我就来哄一哄他嘛。但是他的心里也不是很开心，让我把我的手机密码全部都换成他的生日，但是我觉得当时我是没有换的，然后他就依然是反正拿这件事情也说了很久。但后面在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就是直接给我报复回来了。我的生日是在年底，然后当天我就请了差不多有10个朋友一起来跟我过生日，他当天就跟我耍大牌，一直到了晚上8点钟才到我生日的餐厅。然后当时我闺蜜在7点多的就跟我说宝宝我好饿，能不能直接开始吃饭了？我就跟她说不行，我对象还没有到，今天他不来，我这个饭是绝对不会开的。一直等到他来，他来了之后就依然是全程就是板着个脸。不是我不能生气吗？你明知道我社恐，而生日叫了10几个人，有男有女，我不能生气吗？我就跟个花瓶一样坐在那里。哦，所以他的潜台词是说，你的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应该是咱俩在一起。对啊，我就是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过个2人世界，这不行吗？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的恋情吗？这也不短了，3年了。我的父母是知道，他的父亲不知道。因为我也是第1次谈恋爱嘛，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家也是安徽合肥本地的，然后我爸爸呢也是做点生意，家里就条件也还行，所以他其实是想让我找一种就是那种看起来老老实实就很本分的那一种，但是我感觉像他就这样就看起来就很帅气的那种，我爸肯定就会第一时间就会以他的样貌就会说，我觉得他肯定不行，因为他看起来那么帅，一定在背后搞一些花肠子，肯定不行。不是你连说都没说。那小伙子觉得他为什么要骗爸爸？他觉得我拿不出手，所以他遮遮掩掩的。我从来没有会觉得他拿不出手，如果他要拿不出手的话，我也不可能会给你准备惊喜，也不可能会说去跟你在一起谈了这有2年多了，快3年的感情了。我还跟他说，要不然你要实在不相信我，就跟你签个协议。我说，如果你要是觉得我在跟你谈恋爱的过程中，我要是背地里面偷偷喜欢上了生活中的其他的男生，我就直接把我打的工这些钱全部都给你，然后还把我们家里养的那些小猫也都给你，就是我一个人净身出户，就是然后是不是我是图你这些钱吗？我觉得我对这段感情已经全部付出了，但我就觉得他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进去。那除了没跟他爸爸说，还有就是他对我们这个感情就是遮遮掩掩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朋友圈从来不会公开。他总说是他单方面的在朋友圈里面公开了我没有公开他，然后后面他就经常这么说了，我就说行，我也发，我发完了之后呢，他又开始怀疑我说是不是我这个朋友圈是仅他可见的，他就这么一说，我肯定又生气了，我生气之后我又把朋友圈给他删了之后呢，那他肯定就更生气了。不是我肯定生气啊。在我非常生气的情况下，你就发了那1次。其实我也是有一点那种容貌焦虑的，就是把他的照片和我的照片，我们俩一块放到一起的时候，我真的就会很害怕，下面就会有人说评论说，哇，你的男朋友长得很帅啊，怎么之类的，又会说什么一个灰姑娘找到了一个白马王子这个样子。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确实你都是啥朋友呀？这么说话。对啊，他们好多人其实就会觉得你找了很帅的男朋友，然后就会对你评论。所以你的朋友们不知道你找了个很帅的男朋友？不是，就我自己的朋友，就是因为朋友圈还会有一些，就是我在外面工作的那些人都不熟，他们就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男生他都不能跟他爸爸说，他发了朋友圈，万一被他爸爸呀、亲戚呀、同事呀看到，跟他爸说了，可咋整？是不是？不是他家里人，他可以屏蔽啊。但是朋友的话，你这个就是抓大，你这抓小放大了。连最亲的亲人都不能知道你的存在，你还在乎啥朋友知道你的存在呀？你有没有想过，人家爸爸不同意这事儿怎么解决？我可以去讨好岳父。怎么讨好？那这个就到时候再说了。你说女朋友说你要和他相处得有个大心脏哈，还有什么上面让你觉得你难以接受？你没那么大心脏。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跟异性就是没有边界感。您说2件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平时是会去健身的，有时候我去就是有拍摄工作的话，他就会跟我们旁边有个邻居大哥，他一起去健身。他是坐在那个邻居大哥的后座，然后他就说想让那个邻居大哥教他做一些动作。是这样的，老师，那个邻居大哥是我一个朋友的男朋友，然后我们4个也都见过，我们家阳台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楼的那一种，我们4个也在一块吃过饭嘛。然后当时是那一天他说他不去健身了，我是给他的女朋友发消息，
我就问他，你今天要不要下来健身？他就跟我说他不健身，但她男朋友练的就还挺好的，要不然他们家正好有电动车，就是说要不然我让他带着你们俩一块去健呗，然后反正你就省一个扫车的钱了嘛，我们就去健了。但是他说我没有分寸感，我跟他在健身房，我顶多有个动作我不会了，我问他一下，他给我做个示范，就到此就为止了。然后后面我说我跟我的朋友出去玩，我说我带着你，然后那一天正好是我闺蜜过生日嘛，我就带着她一块嘛，我们几个人在一块晚上去唱了个歌，然后他说我在 KTV 大堂里面唱歌唱了2个小时，吃饭的时候唱歌又能唱2个小时，他就在那里说我特别恐怖，就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恐怖来形容一个女朋友，就跟他谈2年的居然说我恐怖，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就是你又不是在人家 KTV 包厢里面唱，你在人家大厅里面唱，难道不恐怖吗？就是他那说实话，他那个包厢的音响的收音真的还不如那个大厅的回音。我们在那里边唱边演，然后那个女生给我们录视频，我们就感觉就反正我们也才年轻嘛，也就只有年轻才会敢干这种事情，就留一些视频，等我以后什么老了之后给我家小孩看，你看这是你奶奶以后什么你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那种照片。真遥远。你是觉得他在就是大厅里面唱歌，就是玩得太疯了，是这意思吗？对，他跟喝多了一样，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适，需要收敛一点。这些可能每个人认知不一样啊，我相信他跟那个邻居也没有什么不当的关系，他在大厅唱歌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但是就是后面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他在拍摄有工作，但是就被我朋友撞见他在餐厅跟一个190的男生在吃饭。是这样的，老师是那天也是我确实拍摄跟他也拍到很晚了嘛，然后我们中午和晚上基本都没吃，然后到晚上的时候，那个模特就跟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去楼下随便吃一点，然后吃完结束我们就回家。我说行，然后我们就想着我反正就先吃完回家再跟他说。然后我回家刚进门，他就拿着他朋友说拍给他的照片，就质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男生也是个模特嘛，他也知道我有对象，然后他也知道我对象也是个模特，我当时我就给他看了我跟那个男生聊天记录，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些暧昧的话嘛，而且我也跟他说了，他是我对象，到时候你要是有点活，你就帮我多推一推他，让他也多一点单子接嘛。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可能是确实就吃饭我没有提前跟他报备，是我有点疏忽了。那你俩有好的时候吗？有彼此欣赏对方，分享生活的时候吗？就是也有，因为他说我对他总是不付出嘛，所以我就我是比较委屈的，因为他想要去伦敦就去英国当地体验一下，然后我就特意在那个什么 app 上面去学习，就每一天我都会去学习一点英语啊，学习一点口语，然后包括我的一些妆容的改变嘛。就我以前就可能就是那种甜妹一点的，然后现在的话，我想要说更适合那边，然后也更适合一些自己，我也就会去改变了一下我的妆容。然后我今天也带了照片过来，这是我之前就上大学大1、大2的时候，大3，然后当时没有认识他。最后一张是这上面这一张是那一年我们去厦门玩的拍的照片，还真是挺漂亮的。当时就属于那种比较甜妹一点嘛。他说想要去英国，我就想狠狠的改变一下自己。现在我就会研究化妆，而且他有的时候也会比较挑食，他很多蔬菜都不喜欢吃，他就喜欢吃土豆。然后我就会想着在一些 app 上面就想着那个土豆怎么做，我就想要给他做什么醋溜土豆丝儿啊，然后什么土豆炖牛腩啊，或者什么薯塔啊，就反正换着花样跟他一块在那里做。就我也是很在乎你的，但是我肯定也是想感情和我的自己的一些生活，我希望他们2个是可以共通的，不是说我只是想要围着你转的这一种。说到这儿，其实还是桩件都不满意。男生他说了，为了你做土豆啊，为了你学化妆，为了你的梦想还学英语。那我也为了他做了很多事情。你满意他做的这些吗？你认可他做的这些是爱你的表现，在乎你的表现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就是恋爱中很正常的一些小事啊。所以你就是想来想去觉得他不够爱你是吧？我就觉得他不发朋友圈，然后也不公开，我就觉得他就是不会在乎我。你今天来是提要求让他做一些1、2、3来增进你们的感情，还是说由于他做不到1、2、3不想跟他好了？我就是想让他朋友圈公开我，但是他就是做不到，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做不到？你就是做不到，我就觉得我真的要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能不能继续。你的诉求就是他必须发朋友圈公开你们的恋爱状况，女生有什么要求吗？我想要的要求就是，他现在我感觉，就像我说的做的这些事情，他认为就是这些事情都是恋爱中非常小的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就对我没有认同感，然后而且他也并没有能给我提供一些那种情绪价值。比如说我跟别人，就哪怕跟我闺蜜，我给她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我的闺蜜也会就是很开心的跟我说，天呐宝宝，你居然给我怎么样，但是他就没有，他就一直他就
就是这样，波动都不是很大，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感觉就让我也感觉到就很失落，而且他就总感觉一直在怀疑我，他也没有说作为一个男朋友，他很相信我。我觉得你俩都是满肚子苦水，一个虽然说不明白，但是一脸的不满意；一个滔滔不绝的控诉男朋友的种种桩渐渐的让自己的不如意，这可咋整啊？他俩还能继续吗？我觉得这个兄弟的话，既然都谈了3年了，还不敢在朋友圈公开你，还不敢跟他爸爸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你得谨慎一点。俩人毕竟年轻吧，在恋爱的过程中彼此成长吧，但是还是希望两个人结果能好。好，我们听听老师的建议吧。男生安全感的缺失，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找不到着力点了。你刚才指责女生，看不起你，你用的一个词叫拿不出手。你难道不知道这么一个性格的女生，如果真的是拿不出手，你是绝对不会入她法眼的，她绝对不会和你谈恋爱。甚至我感觉这个女生和你谈恋爱真的有点累。很显然她很受异性喜欢。女生遇到过这样的诱惑吗？我能感觉到，就是每次我出去就出门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有些回头率就比较高，一些男生就会这样看着你，然后每次我给他翻个白眼。对，如果说有人，我可以坚信，这个女生和你恋爱期间，如果看到有人明显的感觉喜欢你，想追求你，她一定会有清晰的情感边界。这一点我坚信，越是这样风风火火特立独行的女生，她越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你是她的男朋友，难道一定要9宫格发一发吗？现在怎么成了恋爱的标配？有意义吗？没意义啊。所以你要看的，他是不是真真切切爱你。他现在你看，你说要到伦敦生活，不管去不去得成，他都愿意跟随你去开始学英语。这就是你的魅力啊，这就是喜欢呀。所以今天很简单，男生如果你真的承认自己自卑没有自信，你就不要出来。如果认为堂堂正正的阳阳光光的一个健康大男孩，我谈的堂堂正正的恋爱，就一起牵手出来。其实我很能够理解男生他的那个点，不是说我要一次一次要求你，你才去做到，甚至我一次一次要求你，你都做不到，这就会让人很失望。在这个点上是很理解你的，也知道你可能会有心里的很多的委屈，或者有很多的期待的落空，或者你心里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落差感。当然这个逻辑是自洽的，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个角度，就是不能因为我们自己执着的那个要求而忽略他做的其他的努力。比如说可能你执着的要求是希望在朋友圈能够毫无保留的展示出来，他可能这一点暂时还没有做到，但他可能做了很多其他的努力，但是其他的努力也需要得到你的认可。其实你的对他的认可也可以鼓励他下次做出更大的努力。想对女生说的是，一个男的啊，尤其是这个年纪，他真的爱了你，他真的想跟你好好在一起，他对唯一性就会有很苛刻的要求，甚至说你跟其他的异性可能单独出去做一个什么活动，他都会有很多其他的想法或者不安，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你可能会觉得说他不够成熟或者什么小心眼儿啊，你也会表达说我会注意的，跟那些人我不会有什么，是他愿意相信你跟那些人不会有什么，但是他其实更希望在那些言行当中也能够看到你能够更好的控制边界感，而不是可能在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告诉他呀，你放心，我跟别人不会有什么，这个就有点可能对于他这个阶段来说可能就有点马后炮了，他可能会觉得你早想什么去了。再到男生这儿还是要得跟你说一个，就是你说过生日那个事情，他等着你啊，你可能理解为是一种补偿。我想说补偿怎么了呢？他如果愿意补偿，他愿意用这种方式让你去有一个好的感受，或者说他猜测这种你可能会有一个好的感受，他愿意这样去努力，是不是也说明他是足够在意你的，也是在意你感受的，最起码在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在意你感受的。如果你们两个人真的想交换余生的话，
希望你们能够先把理解这一步走出来。如果电视前观众朋友呢也想找西大来解决情感问题啊，有个特别简单的方法，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西大，然后关注，那别忘了啊，写上爱情保卫战5个字，那就会收到我们的粉丝专享礼，来为您的爱情保驾护航。因为我觉得人家俩分享的还可以，人家都只分享当下，没谁想未来，不是挺好吗？女生也说了，我也不告诉我爸爸，因为我爸爸不会喜欢他的，对吧？我也没有想过结婚，没有想过未来怎么样。我也不去想我男朋友26岁了，他未来生活怎么安排？男生也不想啊，你26岁了，每天想就是我女朋友不发我朋友圈，这俩小朋友谈恋爱，那就开开心心谈呗，咋就要那么矫情呢？我觉得女朋友字字都是真心话，就想和你把今天过好，人家没想和你有未来，小伙子，所以折腾啥呀？既然你们的人生定义，你们的爱情规划就是活在当下，那咱把今天过好不就得了吗？如果你说我真的因为在乎身边这个女孩子，身边这个男孩子，那必须有规划呀，没有共同的人生规划，哪有共同的人生轨迹呀？所以男孩我都觉得你要真的爱他啊，我虽然听起来你整场表达都是因为在乎他，如果真的在乎，拿出实际行动，别再矫情朋友圈了，别再矫情人家爸爸认不认识你了，别再矫情他是不是在大厅里唱歌了。咱把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一个男朋友，或者未来能够走在一起的另一半伴侣，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能不能拿出来呀？他还真的就愿意发朋友圈了，看我男朋友多上进，为了我们的生活多努力，你看他多优秀，光好看他能看几天呀？他自己心里其实很有数，他是喜欢你的颜值，但他觉得颜值也不能变成未来两个人在一起就永久都不会凋零的一个重要的砝码，所以他也不敢公开啊。不是说你拿不出手，是拿不到未来人生当中给大家证明这就是我的男人，不到这个份儿上，那你要求啥呀？所以我的建议也很简单，如果就想开开心心的，咱就开开心心的。如果因为在乎想要更深度的链接和更亲密的关系，那就彼此成长，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情感都有规划，有部署，有成长，还得不断的学习，是吧？你现在状况人家爸肯定不同意，好吧，我们一起成长吧，期待看到你们的成长之后收获的更美好的爱情的果实。那不行，咋都不行了？因为我真把自己当男神了，别人跟我客气客气，然后我当了真了，我得是唯一呀。我怎能跟哪怕别的明星并列？我得享受你的膜拜呀。所以你得把我公开在朋友圈，并且做惊喜状，看我和他在一块儿了。那个时候我才能觉得我获得了那唯一的荣耀，那荣耀必须是无上的。我怎么能在这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去讨好你的爸爸呢？所以我口头上说我可以讨好我未来的岳父，我却从来没问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拉近和他的关系。所以我当真了，你跟我客气客气，我当真了。所以你的生日只能专属于我，你怎可叫10个其他人？当你叫了10个其他人，我必须最后一个到，因为最后出场的叫压轴才最重要。所以我的生日你怎能忘？所以我的生日你忘了就是你的罪过。我得在12点01告诉你，这是一种责备。我是需要被追随的。我要去英国，你学英语我好开心。我爱吃土豆，你花着样做土豆我好开心。所以我开心是因为我当真了，我不开心是因为我当真了。我没听出你是跟我客气客气。明白。哎，所以要想开心一点，就别把一句客气当真，咱就不矫情了。他就想谈个恋爱，喜欢跟膜拜是有区别的。其实我就想说4个字儿，你们俩现在都需要啊，颜值去魅。女生不敢把男朋友公开在朋友圈里，是怕怕别人觉得我男朋友太帅了，觉得我配不上他。不敢给自己父亲介绍，觉得父亲就认为长得好看的男生不靠谱。你全集中在面上了，男生也一样。
看待这段感情，就是他很焦虑，在于说，哎，你跟健身大哥在一起，你跟那个1.90米的男生在一块儿，他觉得很危急，全都是外在的面儿。如果只看脸的话，永远有平替，只有真心才能有限量版。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想成为对方的限量版，那就交心吧。平时你们在一起啊，多看看对方素颜的样子，我们多用真心的行为，不要用仪式啊，不要用一种能够感动自我的那种状态去表达你们的真心。告诉你们啊，越是外在靓丽的人，越要比外表平凡的人多付出行动来显示他对感情是真心的。不好意思，这时候长得帅的和长得漂亮的，缺点。这个缺点也就你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真是。就好多人一看我年轻那会儿一看我都觉得我花，其实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说我不花。这就是你们俩现状，都用真心相待吧，其实很简单，轻松的去谈恋爱吧，松弛感，真心换真心，比外在的装饰来的尤为珍贵。老师们真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一些经验的分享和建议啊，你们好好去思考一下。那我们请两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看看你们最终思考的结果是怎样。来，请回。那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爱情保卫战的录制啊，我们有一个非常直接简单的方法，就是呢登录我们抖音的爱情保卫战的官方账号，私信我们。要记住啊，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小心上当受骗。观看节目的完整视频，请登录腾讯视频。好，来看看我们这对夫妻的选择吧。来，3、2、1，请开门。哦，来了，你看手都牵一起了。嗯，好。老公有什么说的呀？以后改变自己，把工作跟生活跟家庭分开了。不要老是因为工作顾不上你了。以后对你好一点。我也改改我的脾气，我确实有的时候太任性了。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时刻。哎呦，这太太是哭了是吗？对呀，这就是真情真金啊！说到真金，丈夫知道吗？现在黄金涨很多了。这丈夫是不是眼眶也红红的？对呀。你们是有真情意的，是吧？好，既然也哭过了，也难过了哈，希望以后把这种彼此的爱化成力量，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好不好？加油啊！好，都不容易，谢谢老师，一起努力，再见。哎，你看你这老公真的是雄赳赳强啊，他心里还是有谱的啊。那当然。你看人家这板板直的，这种感情。好嘞。哎呀，年轻夫妻不容易嘛。来看看我们这对小情侣，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呢？3、2、1，请开门。男生怎么肯放手呢？肯定出来的。肯定出来的啊。还没了。我们认为他们两个人合适啊。这合不合适不知道，反正相处的很多不愉快，可能他们也觉得爱情需要调整。至少今天不出来是个态度吧，咱们都得调整，都得成长，都得学会什么是真的爱他。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